大家好，我叫徐杰，今年29岁，来自江苏淮安，我是一名花式台球爱好者。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出彩的舞台，上一次没能完成表演，我很难过。我一边刻苦练习，一边在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到了2016年8月，中国体育代表团从里约奥运归来，在向全国电视观众播出的新闻里，我听到一句最让我精神一振的话，那就是“不以胜负论英雄，英雄就要敢于争第一”。今天来到出彩中国人，我带来了迄今为止我职业生涯中难度最高的一段表演。我要战胜过去的自己。我希望下一次当我走向国际赛场时，展现当代中国年轻运动员的风采。徐杰，加油！有请我们下一组选手。哎呀！现在呢，大家看到这个案子上有4个目标，站起来看比较容易看到它的线路。对，好，现在呢，对方的案子上有4个目标，我呢要用单手跳球4连发，从大到小的目标依次击中，最小的目标只有1颗球。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单手4连发。谢谢。然后呢，我呢，接下来的表演呢，我希望将中国元素融入花式台球，请上道具。大鼓上来，这是我们的中国的鼓，有台球大鼓。这是豆豆喜欢的中国元素。我的目标呢依然是单手跳球，用白球击中鼓面，然后呢反弹3库进下方的红色3号。后面这个难就难在那2个拿鼓的师傅的角度也很重要。有了，好，肯定是没有问题。有了，好，谢谢。好，现在呢，我们看到，谢谢呢。现在呢，我们看到球台上有5颗球，但是呢，球台上没有球杆。好，那我先将这5颗球依次摆好。15号，好，那我要用一个神奇的道具，打进这5颗球，1杆5颗球全进。这个神奇的道具呢，就是拖把。拖把，这杆儿不直，拖把。好，没有问题。哎呀，好，接下来呢，我的最后一个表演是一个融合跨界的表演。好，是一个高难度，非常高难度的表演。我呢依然是用台球杆，但是呢，我们的道具呢是篮球框。我要做的是台球桌上投3分。首先我要跳上来。来，红球，1.65米。
拿一个巧克过来。直接打到那个篮子里吗？对，是打进这个篮筐，直接打进这个然后还得进下方的中袋。哦，我一定全力以赴。差一点，力道。好。谢谢大家和导师们，稍后可以有精彩的、更加刺激的互动。我真觉得下次啊，我可以站在那上面顶着球，你给我打到那个篮筐里去。对我来说有点压力啊。哦，那他会有压力，因为他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支架，是一个对。你想，教会你们打花式台球，我是没有压力。真的假的？真的。那我们来试试。请问这个我不会，请问教不会的吗？请问哪我会一位老师？点点。那你我先试一下。来，我穿平底鞋上啊，因为我怕高跟鞋打他。耶！我最喜欢打台球了。好吧，我们来观战吧。来，我拿个正常的球杆。对，这样吧，那我呢？今天先让您8号都是最后一个进。打3颗，可以吗？同时吗？对，先打3颗。我就最厉害啊！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我相信您可以完成1杆3球，好肯定是没有问题。要不给他摆一下？哇，好酷！来，我们到这边来。这样，我们先简单一点，我们不要。你是会把他的线路都已经给他算好，对，他只要按照这个线路，他只要他的力量，只要完成这个动作就行。是的，但这个很难的，因为你不一定你打的线路不一定准呢。你要能把这3颗打进去，我们先不要白球。怎样？怎样？做50个俯卧撑。您说这一把是吗？一把，这一把，3个全进。帅哥，我先认识一下，我们怎么？我叫徐杰，那我来自江苏淮，今年29岁。徐杰，哎，就靠你了。放心，我真的等待这一幕很久了。那我再检查一遍。对，检查一遍啊。还定死了。我们还有这3球，对，我要确保然后来3个方向，前方1、2、3，3个。好紧张。然后呢，进不了，就是击打12号中间，用力向前推。用力吗？用力向前推。进不了，用力。对，要用力。用力吗？用力。进不了。对，要用力。进不了。稍微轻了一点，轻了一点点。我试试，这一把成了我25个。蔡老师打，他做25个。怎么你们挨个打，我来做俯卧撑？怎么演化到现在这样？对，真的。哦，他要把那个位置一定要固定。对，这样的一杆多球的球型是非常重要，哪怕误差1毫米都会不进。用力。我们一定要打准的，打13号的正中间，然后对着袋口的正中间。你把手势教他一下，手势。对，像我这样搞出一个勾，对，好，打在哪个方位？打在球的正中间，对着袋口的中间。手呢加紧，来打瞄准正中间，然后用点力，要用点力。走。恭喜！谢谢你，我也想体验一下。这样，接下来的挑战4颗，好，4颗，可以吗？对，我感受一下。没问题。小汉，你这一回做几个俯卧撑？我算黄老师10个，好不好？好。如果您打进去，用白球，我来给你找一下白球。好，我帮你擦。好，那我们呢，在这个方向击打。来，悄悄的告诉你，我们打这个蓝色的球，整颗就是对着它整颗打，这样直着这样方向，对，就对着它打过去。对，然后力度呢，要稍微用点力就可以，不要太大，又不要太用力，要用点力。对比蔡老师力度再稍微大一点。你别滑杆啊，你别滑。
啊，真的是我进蒙的，是的。我觉得来庆祝一下。我觉得有如神助，你知道吗？你们看。难怪球会跳。我这样，我现在已经攒了35个俯卧撑啊，你给我摆一个5个的，我打进去了，全面的全免掉。对，如果我只要有1个球没进，我就做35个俯卧撑。是。你实现梦想了，你实现梦想了！哎呦，太棒了！哎呦，谢谢，太好玩了。你这样教我们，而且我们4个基本是零基础，但是一下子都能够3颗、4颗、5颗的，大家会不会觉得，那你刚才的表演也没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嘛？只要摆准了都行。会有这样的担心吗？不担心，因为一杆进多球呢，摆呢要占到80%。但是呢，花式台球呢还有其他的玩法，比如说我玩的单手跳跃，那就不是靠摆了，还有一些弧线球，还有一些道具的玩法。所以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对，因为这个摆球呢难度非常高，哪怕误差0.几毫米呢都有可能不进。有一个球摆歪了，其他的球都有可能不进。那作为一个这个花式台球的运动员，就是你摆的这个技能是怎么练的啊？当时呢，学习花式台球呢，国内呢并没有人去从事花式台球教学工作的人，我呢只能去自己研究，一遍一遍的尝试。有的球型呢可能尝试个几百次，这很正常。你刚才打的那么多表演当中，最难的是不是就是把球打跳起来？最难的，我觉得是一些跨界的道具的运用，比如说投篮。之前我是连篮球都不怎么打，用台球打篮球的更是第一次，就是为咱们节目精心设计的原创表演啊。因为花式台球是起源于欧美，欧美那边的远远领先于我们。我希望呢将中国元素融入花式台球，这是我原创的设计。哎，我想问你一下，你下一个想要挑战的难度是什么？对啊，就是进球数。我目前呢打的是最多是一杆16颗球。哦。然后现在呢，我希望下一步能挑战一杆18颗或者20颗，甚至更多。
那你玩这种花式台球，你最终的意义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么好的运动呢，被冷落有点遗憾。花式台球是给自己制造难度，可以让观众去享受台球的魅力，吸引更多人来关注台球。哦，这样。你的梦想是什么，徐杰？我的梦想呢，就是希望呢，花式台球呢，能够发展成和我们国内现在比较普及的潘晓婷打的9球，丁俊晖的打的斯诺克，还有民间非常普及的黑八、中式黑八。那花式台球呢，目前还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项目。我希望花式台球在中国能够成为和我前面所述的3个台球的项目能并驾齐驱，是成为第4个职业台球项目。好了，投票。好，来，我们为你投票。我玩的是挺开心的，那种感觉你一打过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球就咔就全进了。所以我自己在想，这个刚才4个球进了，我的心情已经是这样了。但是我在想，你说你想打18颗球，对，18颗球一共就6个袋，然后就等于得分3批，然后像那个放烟花一样的啪嚓嚓，它就是一种对出彩的一种视觉化的体现。啊，这个转的好奇妙哦。这理由给的好。作为一个舞蹈编导，我就这样理解你的创意了。我给你出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100%的相信，这花式台球一定是一项能够给人带去快乐的一项运动。但是呢，老实说，我会更期待看到的表演不仅仅是走技巧，所以很抱歉，我不能给你出彩，希望得到你的理解。刚才的表现当中，我能够感受到你对出彩中国人这个舞台的热爱。我知道内心你渴望做一个出彩的中国人，你要为自己的花式台球能够有更大的心血的付出，所以我愿意为这样，哪怕是没有多少人在玩这个花式台球，但仍然你自己一个人敢于往前闯、往前冲，让这个项目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和这样的一种追求。乐生活去改变，本节目由一汽大众全新宝来独家冠名播出。一汽大众全新宝来提醒您登录新浪微博出彩中国人，参与节目互动，为您支持的选手投票，并有机会获得由一汽大众全新宝来提供的观众幸运奖品。让这个项目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和这样的一种追求，我给你出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下一次，如果真的到半决赛，我期待的看到更好玩的、更有创意、更让我们站起来为你欢呼、为你惊声尖叫、为你跳起来的这种表演，好吗？好。乐生活去改变，本节目由一汽大众全新宝来独家冠名播出。我期待着。谢谢，谢谢。欢迎。